结婚前2周，方家珍突然推迟了婚礼。她说，苏苏说那天是她首次举办画展，开幕式就她一个人。我担心她撑不住场面会害怕，肯定要过去帮衬。我们之间也不差这一个形式了，早一天晚一天结婚又有什么区别？可这是他为了黎苏苏第3次推迟我们的婚礼日期了。第1次他说黎苏苏刚动完手术，想念家乡的饭菜，他义无反顾出国照料了2个月。第2次他说黎苏苏要去深山老林写生找灵感，他担心不安全，跟着一起去了。这是第3次，我挂断电话，看向坐在对面姿态慵懒的竹马大少爷封承安，他手中镶嵌着祖母绿宝石的手杖正有节奏地敲击着大理石地板。你是不是还缺一个老婆？我结婚那天，浅笑倩兮的黎苏苏正举杯等着男人相碰，可是男人却红着眼看着全国最大地产商丰氏集团太子爷的婚礼直播。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手杖笃笃的敲击声突然停下，封承安抬眸看我，眼神深邃。你想好了？又不是没给过他机会。我摊手道，常言道事不过3，他为了同一个女人推迟3次婚礼，说明我们没有这个缘分，何必应结？封承安笑了笑，挑眉，既然你决定好了，那我就开始着手让他们布置了。封氏操办的婚礼必然全球瞩目，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半个月之后，所有人都会知道封氏集团的太子妃是谁。我凝视着面前的男人，知道他是在认真宣告他的决心。好，你放心，我们傅家今后也会尽力托举封氏，不拖你们的后腿。封承安笑睨了我一眼，意有所指。我可不是为了封氏。我回到家中，开始迅速收拾这个地方所有与我有关的东西。方家珍推门进来，先是错愕，随后嗤之以鼻。傅思琪，你又开始了？几岁的人了，一吵架就闹离家出走，你幼不幼稚啊？你就这么恨嫁吗？都说了那天确实赶巧，又不是不娶你了。他语气中的不耐似乎已经溢出了这个房间。我利索的打包，根本没有回头看他。谁说我要离家出走？东西太多了，整理点不需要的扔掉，顺便把你也扔了。我在心里补了一句。方家珍倚在门边，漫不经心地抽出一根烟来，叼进嘴里。哦，既然如此，你顺便把咱们客户也清一下。苏苏最近会住过来，这里离画廊近，方便他出行。我点点头，接过他的话。好，我明天让人把客房清出来。你看还有什么要给他准备的？方家珍点烟的手顿了顿，似乎有些不可置信。他的语气陡然变得温和。宝贝，我知道最近委屈你了，你不是喜欢 X 牌的婚戒吗？咱们多订一套，你换着戴。最近我可能没太多时间陪你。苏苏第1次办展，我得替她多操心操心。等忙过了这阵嘛，苏苏的画展顺利结束，我一定好好陪你。我的胸口憋闷，始终没有回头，语调却异常温和。没关系，不用陪，你先忙。我正好有很多东西需要慢慢清理下。他没有问向来走简约风格的我的房间怎么会突然多出这么多需要清理的东西，只是觉得我突然懂事，心下安慰。其实那间书房就应该改成画室，阳光太好了，你那些科研相关的东西放里头，浪费了这么好的光线，没啥用，不如给苏苏画画。你说的对，我一刻不停地打包着手上的东西。他喜欢那间房，就专门留给他做画室用吧。既然这么喜欢撬墙角，那就连房带人都留给他好了。
第二天，方家珍赶往机场给黎苏苏接机，连早饭都顾不上吃。热门女画手归国办展，媒体争相报道，微博头条都爆了，底下评论全都是诸如股市点金手加浪漫女画家，笔给我，我来写，或者没法仇富的一对，因为实在是太般配了，绝美爱情是他们应得的。我正看得津津有味，封承安的电话突然切进来，电话里的他声音低沉，富有磁性。我的公关部问你，需不需要撤掉这些词条？我会心一笑，不用了，有这闲钱，建议你都花在婚礼上，我不允许你花给外人。电话那端他低低的笑，好，今天先去试礼服吧，还有婚礼的花，你喜欢哪种玫瑰？我让人先空运回来了3个品种，晚点你去挑挑。昨天刚决定结婚，今天花的品种就运回来3个。我感叹，效率真高。自从决定结婚后，所有事情都是封承安以及他的集团在操办，我就是一个甩手掌柜。可是他从不会嫌我不干活，只是安排好一切供我挑选。我想到之前和方家珍决定结婚，当时的我和现在的位置完全相反，所有事情都是我在操心，偶尔询问方家珍的建议，得到的也都是他不耐烦的回应。这么点小事你自己做主就好，别什么都来烦我。看到封承安的一举一动，我好像明白，这也许才是一个准新郎应该有的样子。包括婚纱礼服，前后几乎有将近50套供我挑选。神奇的是，每一套都是我的尺寸。设计师在一旁不嫌累地鼓励我多换几套，感慨道：“我们团队昨天被封先生大半夜挖起来，很多礼服都是临时改尺寸。封先生还要求我们随后在旁，如果有不合适，可以马上修改。”他看着我身上华光璀璨的礼服，眼里充满着对新人的祝福。封先生一定很爱你吧？我感觉脸有点烧，偷偷看向封承安，他笑得一脸高深莫测。一天下来，又是礼服，又是首饰，还看了一大堆玫瑰花，我实在精疲力尽，一进门就倒在沙发上休息。刚一坐下，就看到方家珍的来电。前头还有他10好几个未接电话。你人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迟到，不要迟到，你是一定要姗姗来迟才显得自己地位高。我满头问号。去哪？方家珍忍不住冷笑。你可以呀，傅思琪。我以为你是真心接受了苏苏，没想到昨天是演戏呢，甚至还学会无视我的消息了。我早就跟你发过消息，今天是苏苏回国第1天，我给她办了接风宴，苏苏董事一定要请你一块来，你赶紧过来，定位发你了。说完也不等我回话，啪一声把电话挂了。我收到一条定位，后头紧跟着一段语音：思琪姐，我们好久不见了，你快来呀，我不想你误会了我和家珍哥。这段语音意犹未尽，我点开下一条，里头传来方家珍的声音：傅思琪，你再不来，之前答应给你的期刊主编联系方式，你别想要了。我有些犹豫，我是医学专业，有篇论文迟迟没能发表，是因为我想在这个期刊上登。方家珍有一次意外得到了那个主编的联系方式，曾经承诺要给我，居然拿这个联系方式要挟我，真离谱！我站起身，略微收拾了下，去吧，这俩人也恶心不了我几天了。我走进酒店包厢，主位一左一右正坐着方家珍和黎苏苏，两人亲密异常，非常登对，2个座位紧紧贴在一起。见我进来，黎苏苏赶忙站起来，白净的脸上满是笑容。思琪姐，你来了，快来坐。说着就要把自己位置让出来给我，还没移动几厘米，
方家珍一把拉住他：“苏苏，今天的主角是你，你就坐这里，这么多位子，他随便坐哪都行。”黎苏苏一脸歉意地看着我，脸色有些羞红。抱歉，思琪姐，家珍哥哥他可能有点喝醉了。我摆摆手，随意找了个地方坐着。没事，我就坐这里挺好。你家珍哥他说的没错，今天你才是主角。方家珍的朋友这时在一旁起哄道：“好了，一个位子有什么好让来让去的？你别说。今天我们几个看那些狗仔拍的照片，你和苏苏是真的般配。我身边不认识你们的人看了都说这肯定是一对。咱们苏苏就是事业心太重，一心逐梦。以前分开了，虽然可惜，现在苏苏回国了，你们完全可以重新开始啊。”方家珍看都没看我，毫不在意地说：“你们瞎说什么呢？苏苏是要做大画家的人。”他并没有澄清旁人满是拉郎配的话。明明我现在才是即将和方家珍结婚的女人，我以前到底是有多好脾气，能一直忍受爱着的男人满心满眼装着另一个女人。黎苏苏轻轻咬着嘴唇，眼眶如小鹿般湿润。思琪姐，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开玩笑没个分寸，你可千万别当真啊。说完，他轻轻递过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思琪姐，这是我给你带的礼物，你拆开看看，喜不喜欢？我打开一看，盒子里躺着一根单薄的手链，细细的链条上不规则地缀着一些特别细碎的小颗红宝石。我抬眼看向黎苏苏，她的颈间是一串硕大精美的红宝石，镶嵌工艺非常华贵，一看就是定制。我愣了一下，回想起来，这串红宝石项链不是方家珍为我定制的吗？她说希望我能在婚礼上搭配婚纱，一起和她走红毯。红宝石也代表她赤诚的迎娶之心。当时定制的时候，设计师画完草图跟我说，项链的主石切割好之后，应该还有些余料，可以帮我再做一些小的首饰，比如手链。而现在搭配我婚纱的主饰挂在黎苏苏的颈间，而边角料手链却被她作为礼物送给了我。我忍不住笑出了声。方家珍的朋友见我笑得这么开心，觉得我没见过世面，面色不由得泛起浓浓的轻蔑。有人小声嘀咕，这种人怎么方哥都看得上。有人顺着递给我礼物的黎苏苏看去，被她颈间华贵奢美的红宝石项链吸引，惊呼出声：“苏苏，你这条项链也太美了吧！”黎苏苏不好意思地用手轻抚着项链，含情脉脉地看向一旁的方家珍：“是家珍哥送我的，他说是庆祝我回国的礼物。如果之后画展举办成功，他会再送我一条更好的。”我在一旁冷不丁感叹：“哇，方家珍真是好舍得！这条项链的原材料可是方家母亲那代祖上传下来的，光是画设计图就花了快半年。这个切割工艺是国外定制，东西只传给方家儿媳。方家珍是真的对你有心了。”场面突然陷入一片死寂，方家珍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在座的人就是再不识相，现在也品过未来。既然是只传给媳妇的传家宝，要给也应该是给即将要和方家珍结婚的我。现在这条项链却出现在黎苏苏的脖子上，其中的意味也不需要再多说明。黎苏苏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手抚着项链，脱也不是，戴也不是，她的眼眶马上变得通红。家珍哥，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本来是思琪姐的，我也太笨了，都不知道多问一句。话还没说完，她的眼泪就如同断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惹人怜爱。她的手颤抖着，强行想要脱掉项链，甚至不惜勒着脖子，
雪白的脖梗很快就变得一片通红。家珍哥，你快帮我解开吧！他的声音发抖，甚至有些喘不上气来。方家珍顿时心疼的不行，将他胡乱拉扯的手一把按住，说了给你，就是你的，解什么？安心带着，不要听别人瞎说。说完，他转过头，狠狠瞪了我一眼。不过是块红宝石，你好歹也是个学医的，这种死物你也当个宝贝一样。都读到博士了，眼皮子还这么浅，当着这么多人面，你也不嫌吃相太难看。再说了，既然是给方家的儿媳，那就是我未来的妻子，我当然有权利决定她戴在谁的脖子上。你不要先入为主，觉得这就应该是你的。我既然给了苏苏，就说明苏苏更配得上，都要和我结婚了，还在这里纠缠一些有的没的，马上就是方太太了，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黎苏苏在一旁破涕为笑，家珍哥，谢谢你。其实我也觉得这条红宝石和我画展那天要搭配的礼服更加合衬。这么多年过去了，家珍哥哥，还是你最懂我喜欢什么。我意兴阑珊地看着这两人，嘴巴也没闲着。真对不住，我没别的意思，你们别太敏感了呀。再说了，首饰要成套才好看。你送我的这个手链是这块红宝石的边角料做的，你还是拿回去吧。黎苏苏咬着唇，思琪姐，你放心，虽然家珍哥哥说要送我，但我知道这是你们的结婚礼物，我不会拿的。等我办完画展，我就把它还给你，好不好？方家珍的朋友也顺势在一旁帮腔，傅思琪，你也差不多可以了，看把任苏苏吓的，一条项链而已，至于吗？任苏苏好不容易回次国，现在大家搞成这样，你一定要所有人都不高兴你才舒服吗？就是啊，傅小姐，你家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搞得跟要破产一样，一条项链都要跟人抢。这几个方家珍的狐朋狗友向来都看不惯我，在他们心中，只有女神黎苏苏才能和他们的好哥们方家珍相配。和方家珍在一起这么多年，不管我做什么都不被他们所接受，明里暗里都觉得我配不上方家珍。黎苏苏赶忙说，你们快别这么说，思琪姐又不知道这是家珍哥亲手给我的，现在说清楚了，思琪姐肯定不会怪我的。方家珍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早知道你还不如不来，来了就是败兴。我利落地起身，那我先走了。走到包厢门口，我突然想到什么，对了，你家客房空间还是太小，估计黎苏苏住着不太舒服，要不把主卧让给她？方家珍皱着眉，你在说什么？什么我家你家的？那不是我们家吗？到现在还在给我甩脸子，你能不能有一点身为方家媳妇的自觉？以后你嫁进我们方家，你也要这样给我爸妈脸色看吗？我挑眉笑道，嫁进你家，婚礼都取消了，结婚的事以后再说吧。方家珍心下慌乱，她扯过我，疾言厉色道，你在说什么？什么婚礼取消？我不是说推迟婚礼吗？就因为一条项链，你跟我置气要取消婚礼？好巧不巧，封承安的电话在这时候打进来，我当着方家珍的面接起电话，思琪，设计师问你首饰主石要什么宝石？我想了想他手杖上的祖母绿宝石，回道，就祖母绿宝石吧。方家珍听到了只言片语，不屑地看了我一眼，什么祖母绿？你没了红宝石，自己定绿宝石，你就这么怕低人一等？黎苏苏在一旁渲然欲泣，家珍哥，你要结婚了吗？方家珍来不及回他，冲我继续发火，傅思琪，我希望你搞清楚一件事，我是答应和你举办婚礼，但是结婚证我们还没扯，我们还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夫妻。
你不要以为逼我和你办了婚礼，你就是我方家的人了。你自己偷偷摸摸在准备婚礼首饰，还有什么婚纱、场地，你准备这些想干什么？逼婚吗？你就这么恨嫁？你们傅家是养不起你了。我觉得他越来越疯，实在不想跟他多说，可是怎么也甩不开被他擒住的手。你快放手！谁要逼婚你？我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方家珍冷笑，还说不想逼婚。你不和我结婚，你还想和谁结婚？别演了，人家电话都打到你手机上了，你还在这里装什么？本来看在两家还算有交情的份上，我打算给你点面子。你要是再发疯做这种丢人的事，别怪我不客气。包厢的门被人一把推开，一道冷凝的声音传来：“放开他！”是封承安，他手上还拿着手机，大踏步向我走来，强势地钳住方家珍，扣着我的手，逼他松开。他低下头，温柔地摩挲着我泛起红痕的手腕，温柔地抬眸：“没事吧？”我摇摇头。他高大的身影横亘在我和方家珍之间，将危险彻底阻断，让人觉得十足安心。身后他的2个保安无声地架在门两边，他一把揽过我的肩，冲着方家珍面无表情道：“这不是方少，你抓着我未婚妻在胡言乱语什么？我们的婚礼，他想带什么带什么，想穿什么穿什么，就是要天上的星星做他婚纱裙摆的点缀，我都会想办法给他弄来。都分手了，还管这么宽，也不怕您身边这位吃醋。”他幽深的眼从黎苏苏身上飘过，黎苏苏被那眼神吓得发抖，眼眶立马变得通红。方家珍脸色陡变：“你在说什么？什么你的未婚妻？”他还想拉过我，被封承安挡得严严实实。如果不是因为我，方家珍这辈子估计都难见到封承安一面，毕竟圈子完全不同。别说是方家珍的父母，就是方家珍的爷爷奶奶见了封承安，也只有点头哈腰的份。见封承安面无表情，所有人都不敢吭声，只有方家珍还不怕死地，非要我说个明白。傅思琪，你可以呀，你自己演戏，还找上了封承安给你做搭子。看你这么处心积虑想要和我结婚的份上，我答应你，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推迟我们的婚礼，行了吧？我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顺势被封承安搂着带出了包间。司机一路将车开得稳稳当当，我看向身旁的男人，呼出一口气：“今天多谢你了，你怎么那么巧知道我在这里？”他冲我微微一笑，眼里有光，十分动人心魄。你电话都没挂，我听到吵架，就想到这个方家珍给他的白月光办接风宴，很早之前就嚷得连路过的蚂蚁都知道，随便打听就知道地方在哪里了。我扑哧一笑，手机上一直都有方家珍疯狂进线的电话，我没有掐断，也没有接听。方家珍见我不接电话，又开始疯狂发短信给我：“傅思琪，你几个意思？你特意找人来演这么一出，就是为了给苏苏难堪？我说过多少遍，我和苏苏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要听风就是雨。苏苏现在哭得不行，一直说是因为她让你误会了。明天她到家，你跟她好好解释清楚这件事情，她是最无辜的。傅思琪，你现在人在哪？不回家？苏苏现在都不敢回去了，非要住酒店，说怕我们闹矛盾。你赶紧回来！”铺天盖地的短信将我的手机屏幕塞得满满当当，我强忍着心中的酸涩，按下手机的关机键，闭上了眼睛。是时候真的再见了。我回到自己的房子住了一晚，第二天去我和方家珍准备的新房里拿上行李。大部件我昨天就已经喊了快递送走，
书房里所有和我的研究相关的东西也已经全部搬走，现在只剩下一个小行李箱，等我回去拿走。开门进去的时候，我听到黎苏苏甜蜜地招呼方家珍：“家珍哥，你做的面怎么这么好吃？我在国外不管怎么做都做不出你这样的味道。那时候每次都好想你，你快来和我一起吃呀！”方家珍低沉的笑声中饱含着无尽的宠溺。小傻瓜，你想吃不是分分钟的事，以后你在国内，我天天做给你吃。黎苏苏听了这话，突然慢慢放下筷子。可是家珍哥，你要结婚了，以后思琪姐应该不喜欢我们走得太近了，这样不好。有什么不好的？你不是一直都知道我对你的心意吗？我和傅思琪不过是两家长辈一头热，我真心想娶的人是谁，你还不知道吗？我将手中的钥匙随手一扔，哗啦的声音将这对互诉衷肠的小情侣吓了一跳。方家珍慌忙放开正搂着黎苏苏的手。黎苏苏穿着一件深紫色的睡裙，蕾丝精致，花纹繁复，重要的是非常性感。前头是深 V， 后头的露背设计开到了腰上，这是我特意为了新婚夜准备的。想不到他不但鸠占鹊巢住进来，还要穿我的衣服，俨然已经将自己当成这个家的女主人。黎苏苏见我注视着这件衣服，赶忙拨了拨头发，低头害羞道：“思琪姐，不好意思，我的行李还没来得及拿过来。家珍哥说让我先穿你的衣服，他找了半天发现就这件事新的才拿给我。思琪姐，你不介意吧？”我微微一笑，不介意。紧接着我错开他们，走到主卧拿箱子，门半掩着，里头的气味浓郁，男人的内裤和女人的丝袜落了一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方家珍跟着我过来，急忙拉上了门：“你别误会，我们没有做到最后一步。”我实在难以忍受心中的恶心，用手捂着嘴，拎着箱子避开他探过来的手。“让开！”黎苏苏看我走到门口，怯生生问道：“思琪姐，你要走了吗？”我头也没回。丰城安的司机见我拎着箱子，赶忙走来要帮我放到后备箱，我递给他，转身拉开车门。方家珍上前一把抓住我：“你这是干什么？一夜未归，回来就拿东西走人，当这里是宾馆吗？你差不多得了，再闹下去，别怪我没给你台阶下。你现在走，我绝不拦你，但你别指望我以后会哄你回来。”我实在没力气假笑了，也不想再让他对我有什么误解。方家珍，我们就此分开，以后桥归桥，路归路，别再见了。我坐进车里，方家珍在外头被我刺激得连连冷笑：“行，你气性大，要闹就闹吧，我给你几天时间冷静，知道错了就自己回来。”封氏太子爷的婚礼根本不可能低调，而且短时间内举行婚礼，必然是整个集团从上到下所有人都开始行动。我的父母很快得到了消息，惊诧之余很是替我高兴。怎么突然一下新郎就换人了呢？虽然他也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不过我一直以为你不是不太喜欢他吗？我被自己的亲妈问住，想到那天封城安看着我认真的眼，心下又变得安宁。那都是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你怎么不盼着我嫁好点？我妈点点我的额头：“你个死丫头，看你现在脑子清醒，我就放心了。”两家长辈对于我和封城安的闪婚可谓是大力支持，封家手眼通天，更是不惜花销，将婚礼一切都安排妥当。封城安的父母甚至亲自上门，将封家祖传的宝石库带来，任我挑选。一时间，整个房子珠光宝气，
耀眼夺目。我在4位长辈慈爱的目光下挑花了眼。我和封承安举行盛大婚礼的那天，黎苏苏的个人画展也办得相当成功。方家珍为他定下了市里的老牌酒店，叫上一堆朋友捧场助兴。只是没想到来的人却很少，方家珍脸色很难看，显得有些焦躁不安。怎么都迟到，电话也不接，都干嘛去了？身边一个朋友看着他，今天封氏太子爷结婚，新娘是富家独女傅思琪。整个海市只要是收到请帖的人，就是身子半边进了棺材，另外半边也得出来去赴宴啊。当然没几个人来这里。方家珍愣了愣，随即脸色铁青，他一把抓住身边人的衣领：“你说什么？你说封承安和谁结婚？”那人被他吓了一跳，支支吾吾说道：“傅思琪呀，傅家不就这么一个女儿吗？还能是谁？他们婚礼可是同步到海外，全球直播的。”他顺手拿着遥控器，打开包间的电视，正是婚礼的高潮部分。封承安接过花童手里的钻戒，硕大的戒指闪耀着夺目的光芒，只是什么光芒都比不过新郎看向新娘的眼神。谢谢你愿意回头看我，我发誓一辈子爱你，呵护你。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听到我肯定的答复，他将一枚硕大的鸽子蛋缓缓套进我的中指，手上传来的重量沉甸甸的，让我的心也长得满满的。他拨开我的面纱，将吻慎重又珍惜地落在我的唇上。方家珍手中的酒杯被他捏碎，有血顺着手指落到地面。都是演戏，骗人。傅思琪不会和任何人结婚的，他爱我，怎么会和别人结婚？他身边一个富二代的女朋友不屑地看了他一眼：“怎么不可能？人家跟你结婚，你连婚礼都能推迟3次，再深的爱意也能磨光，还好意思问？”方家珍目眦欲裂，大声反驳道：“不可能，只是推迟婚礼，又不是分手。”那个女孩也不顾身边男朋友一直打眼色，不管不顾地吵道：“你现在搁这儿装什么情深呢？为了个黎苏苏，你连婚礼都能推迟，还一推3次，换了是我，头都给你打爆，还在这里不可能什么呀？再说了。”他一脸艳羡地看着电视机里一对璧人：“我要是傅思琪，我肯定也选封承安啊，长得这么帅。听说这俩人还是青梅竹马，封氏地产还有钱的离谱。关键你看人家还爱得这么专一，听说等了女方很多年。”方家珍再也听不下去，起身拉开门就跑了出去。黎苏苏在身后拼命喊，他也不理。他冲进酒店时，我正挽着封承安的手，被他领着和他的亲戚打招呼。他一把攥住我的手：“思琪，你现在马上和我回去，你们的婚礼取消，简直啼笑皆非。”封承安冲保镖使了个颜色，同时将一把拉开方家珍，将我护在身后。“方家珍，你真是脑子不清醒！今天是我和思琪的婚礼，你是以什么身份闯进来，让他跟你走？”方家珍的父母赶忙过来扯住他，并且对着我和封承安连连道歉。“方家珍，你这是干什么？今天是封父两家联姻，你也不看看什么场合就来这里发疯。”黎苏苏紧跟着方家珍过来，这时候也不忘上眼药：“叔叔阿姨，你们误会了，家珍哥生气是正常的。思琪姐之前一直都说要嫁给家珍哥的，只是家珍哥临时有事推迟了婚礼。没想到思琪姐居然就这么一声不吭，随便找了个男人结婚。思琪姐，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能这样对家珍哥呢？你和家珍哥在一起这么多年，难道没想过做出这种事，家珍哥会有多伤心吗？”我被这道翻天罡的一番说辞逗笑了。
我转过头看着黎苏苏，黎苏苏，方家珍一次次推迟婚礼是为什么？你该不会不知道吧？你现在一副我辜负方家珍深情的样子，你又是什么身份来替他讨伐我？第一次确定好婚礼日期，你说你刚刚动完手术，一个人在国外吃不好睡不香，想让方家珍过去陪你。当时结婚请帖都发出去了，可他飞过去找你。第二次确定好婚礼日期，你说你要去很偏僻的山区采风，找绘画灵感，然后你说那地方信号很差，不一定能随时联系。话里话外就是那地方不够安全，可能随时失联。方家珍担心你，直接跟着你去了。第三次，你把画展时间安排到我们结婚当天，你是什么心思？连路过的狗看一眼都知道了。你现在问我为什么辜负方家珍，你怎么不问问自己？既然你觉得这男人这么好，怎么自己不嫁，反而拖着他，让他在你身边数年如一日的当着舔狗？黎苏苏脸色惨白，眼眶中的泪要掉不掉。她伸手捂着嘴里的气音，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不是的，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没想到你对我有这么深的误会，可我从来没想过要破坏你和家珍哥之间的感情。方家珍回过神来，奈何有保镖挡在身前，他的目光紧紧锁住我。傅思琪，你说过你爱我，为什么转头和别的男人结婚了？你骗我！我慢条斯理地拨弄着腕上的蕾丝手带。我是爱过你，但是现在不爱了，因为我真的累了。现在我爱上别人了，和他结婚是我得偿所愿。你不是也一直有心爱的人？如此正好，男婚女嫁各不相干，岂不是两全其美？方家珍还在挣扎。我从没同意过和你分手。封承安始终挡在我的身前。思琪已经通知过你了，并不需要得到你的同意。今天这么多人在这里，你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曾经做过什么事吗？他揽过我的肩膀，温声道：思琪，上次跟你说的教授，今天把他请过来了。你想发的那篇文章，可以去问问他。方家珍还在发疯，甚至想上手抓我。傅思琪，我不准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砰的一声巨响，封承安一拳打在了方家珍的脸上。我说方少，差不多可以了，不要给脸不要脸。今天如果不是看在你父母都在的份上，就不是这一拳这么简单了。方家珍的父母赶忙上前来按住儿子，不住地跟我和封承安道歉，实在对不住，是我们教子无方，我们马上就带他走。方父扯着方家珍的衣领，疾言厉色：闹够了，赶紧给我滚出来！你是要把我们方家的脸都丢尽吗？黎苏苏趁机扶起方家珍，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身边的所有人听到。方叔叔，您别生家珍哥的气，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思琪姐做错了。我回过头，走至她身前。我做错什么了？是错在不该让你一个单身女人和我曾经的准未婚夫滚床单，还是错在大方地把新房让给你，还让你穿着我的睡衣勾引我曾经的准未婚夫？这么一说，我确实做错了，因为我确实想不到，自称是大家闺秀的李小姐，名声赫赫的大画家，私下的兴趣爱好居然是知三当三。现场一片哗然，我的话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他的脸上，身边的人对着他指指点点，他差点站不稳，踉跄着退后。身边传来嗡嗡的议论声，怪不得呢，我就说，粘着有未婚妻的男人，这种女人能是什么好东西？你看他这茶艺，我每天早上醒来，眼睛一睁就开始学，也比不过这种天赋型，还以为有多清高呢，原来这么不要脸，也不见得有多喜欢方家珍吧。
不然能一直吊着？居然穿着别人的睡衣睡在人家新房，和别人未婚夫搞在一起，好想吐！谁沾上谁倒霉！方家珍见状，急忙挡在黎苏苏身前：“你们不要再说苏苏了，她是无辜的，要怪就怪我。”我啪的一声甩了一耳光给方家珍，她被我打得偏过头去，这时转过来怔怔地看着我，一脸不可置信。当然怪你，如果不是你自己不检点，一边口口声声说要和我结婚，一边又和别的女人不干不净，事情不会变成这样。你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极品，因为你们都同样恶心，你们两个抓紧在一起吧，别流入市场了。黎苏苏在一旁哭得双眼通红，样子可怜又无助。对不起，都怪我。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和家珍哥之间了，我马上走。我男人恶心地看他一眼，你爱出现在哪就出现在哪，也就方家珍这种傻逼喜欢舔。你不会真以为有人拿你当回事吧？你这么多年靠着方家也捞了不少吧？你出国留学的钱，方家珍给你转了多少？你现在是混了个新锐画家的称号，有多水你自己不知道，趁着还年轻，有人要，差不多可以了。等你和方家珍的丑事传出去，别说是上流社会，你以为有几个体面的人家会接受你？黎苏苏再也无法待下去了，她捂着脸冲了出去。方家珍还想上前说什么，被手脚利索的保安直接架起扔了出去。蜜月之后，我和封承安回国，我的朋友赶紧将我约出来讲八卦。你这小日子是过得爽了，我都憋死了，就等着你回国拉你看戏呢。我的闺蜜笑得鬼精鬼精。你是不知道，黎苏苏现在没地方去了。你们婚宴那天的事传到了黎家，之前还愿意和黎家一亲的人，现在全消失了。黎苏苏爸爸气得要命，女儿卖不成，他公司都快运营不下去了，气得他把黎苏苏赶了出去。他只好去找方家珍，结果方家珍妈妈把方家珍的卡都冻结了，只准方家珍和他们住一起，连吃饭都不准外头吃。他现在还住在方家珍之前的新房里，到处找人哭，可惜没人想看他。听到这些，我笑容淡淡。方家珍现在也很忙，忙着扮演幡然悔悟的情场浪子，没事就跑到我家门口，又是送花，又是送首饰，像只惹人厌烦又打不死的苍蝇。他甚至又找他母亲拿了一套首饰，请专人送到傅家。思琪，你永远都是我最爱的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想娶的女人。回来吧，老婆。封承安被这短信恶心坏了，气得咬牙切齿，扬言要把方家珍一家都送到爪哇国去，让他们彻底消失在我面前。他难得有这样孩子气的模样，我笑了半天。跟这种人较真，不是拉低自己身份吗？话虽如此，我也确实烦不胜烦。封承安直接让我搬到了装修好的新房，我们商量请一些要好的朋友过来温居。别墅聚会那天，黎苏苏居然来了，她比之前安静了很多，只是眼睛一直不错地看着我，想要和我搭话。我的闺蜜直接走上前去，一把拦着她：“你怎么进来的？赶紧滚，这里不欢迎你！”身旁的保镖也随后在侧。黎苏苏见无法靠近我，大喊道：“傅思琪，你已经是个有夫之妇了，怎么还脚踏两条船？你就不怕你老公生气和你离婚吗？”封承安正在给我剥虾壳，闻言看过来，撇了撇嘴：“这人是不是真的有病？”黎苏苏见机一把推开我的闺蜜，冲上前来，对着封承安大喊道：“封少，你不要被他这样子骗了。方家珍每天都上门来求他原谅，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早就心软了？
想要绿你一头。风承安拿起一旁的纸巾擦擦手，对我招了招手：“老婆，快来吃，我都包好了，等会冷了就不好吃了。”说完，他转头看着黎苏苏：“你这点本事在我面前真不够看的，我可不是方家珍那种蠢货，你说两句，我就跟个傻子一样往前乱撞。”黎苏苏恨恨看我：“傅思琪，你是不是很得意？现在方家珍也不见我，你是不是觉得你赢了？”我心里翻了个白眼：“大姐，方家珍是什么香饽饽？我要和你争着要？这种垃圾扔外头，我都觉得污染环境，也就你好这一口，这么喜欢赶紧抬走。”他还要说什么，却被突然出现的方家珍打断。他不顾保安的阻拦，着急地对我说：“思琪，你别听他的乱讲，我和他什么都没发生，他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所有人都惊住了，没想到黎苏苏居然怀孕了。黎苏苏扑过去捶了他几下，哭着说：“你怎么说这样的话？这是你的孩子啊，家珍哥，你为什么不认他？”方家珍着急地探出头：“思琪，你给我个机会，让我给你一个最好的婚礼，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那串红宝石项链我拿回来了，它永远都属于你。”我笑得无奈：“方家珍，你凭什么觉得我会要一条别人戴过的项链？”我转头看向自己的丈夫，他和我对视着，眼里似乎有星辰。我和风承安在一起很开心，很幸福。他从来只会给我最好的，还有独一无二的。方家珍，不会有人一直在原地等你。这一场大闹很快传开。方家对于黎苏苏怀孕的说辞始终不认账，最后只好做亲子鉴定。那个方家珍死不承认是自己的孩子，确实是他的血脉。这下方家只得捏着鼻子认了。然而没有婚礼，没有大操大办，更没有聘礼。方家连日子都没选，只让两人赶紧领证。我干了快2年的文章，终于成功发表。我也顺利拿到了本市最好的大学里正教授的职位。闺蜜拉我出来庆功那天，我才知道黎苏苏因为不满方家人对她十分苛刻，且不提供任何资源，居然为了卖画偷偷打掉了孩子，勾搭上了一个私人画廊的老板，做了人家的情妇。原本有孩子，方家也算是勉强接受了这么个儿媳妇。这下孩子没有，方家自然不可能再留他。他很快就被逼着和方家珍离婚。随后不知是不是有心人刻意透露，那个画廊的老板老婆亲自上门，将他打得鼻青脸肿。新锐画家一时丑闻缠身，他消失在众人面前，不知去了哪里。只是那早已与我无关，我已经拥有了此生不悔的幸福。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